问有多少人知道世界排名第一的餐厅吃的是什么？答案是素菜。不是啊，难道有钱人的尽头就是吃素吗？反正我不是很能理解。但是我也是今天才知道，日本资生堂这么大的品牌，还出了一个自己的餐厅，还拿了米其林1星，主打的就是一个意大利的素食套餐。妈耶，这一顿下去不止活到150。走进这栋楼，充满了金钱的味道。可能这个就是大牌吧。它的前菜端上来的时候，就会想到人间的青草地真的很需要浇水，造型很有美感。甜菜馅饼吃进嘴里，还能尝到泥土的味道，真的是非常非常自然的大地的味道。它是这样设计的，还是这坨绿色的青苹果圆底？它是调了味的菜泥，它像芝士土豆泥它里面，但是这种蔬菜做的素食餐厅应该不会有芝士这种东西。这个是迷你版的牛蒡蘑菇饼。现在跟我们上每一道菜的服务员都不一样。对了，经常有人问我在外面是怎么找这些店的，好玩的好吃的，或者像那种隐藏玩法，都可以在官美日本找到。今天我背了环保袋，也是在官美上面兑换的。好了，继续刚才的菜。意大利人每天的生活真的很丰富。接下来这个菜要手动交织合成一下，单吃很像菌菇土豆奶油浓汤，咸甜咸甜。面包的气孔会把精华都吸进去，甚至有一点像最近很火的那个交织土豆泥。本来我对素食没什么期待，结果还有点好吃，它甚至还带了一点自然的香味。它把土豆泥做成了鸡蛋羹的那个味道。接下来是一个非常硬的菜，意大利春卷，它还做了一些插花米其林。它像那个进击的巨人大结局的三粒，它里面的那个馅儿很像没有煮熟的3鲜饺子馅儿，蘑菇木耳马蹄的味道。虽然它里面没有加肉，但是确实有一种肉泥的味道。让我们来看一看意大利人的热菜是什么样子吧。接下来是一碗意大利馄饨，好像不是这么叫的，还是蘑菇汤底的黄色馄饨，像一个个金元宝。第一个没尝到味儿，再来一个。它里面是莲藕馅儿，它嚼起来其实吃感也很像肉馅儿，像是东北炸藕盒的素菜版。我们叫它藕盒好了。又来了一个茄盒，但是在意大利叫茄塔，做成小撮红酒酱。它从刚刚的白素贞变成了血腥玛丽。我这个吃法可能不太准确，吃起来真的非常像苹果派，但它是油炸茄子的味道。其实吃到后面有点像川菜里面的糖醋茄龙。这个菜很天妇罗。它刚才揭开盖子的那一瞬间，小脑直接萎缩。这个仿佛是皇帝的早餐，只有聪明的人才能看得见菜式吗？它是一个奶酪拼盘，特别是这个蓝纹奶酪，这世界的李伯清，非常的有味道。然后最后一盘主菜非常的有概念，整个这一盘全部是用米做的，它是饭加奶油的那个味道。它就是一个爱丽丝梦游仙境里的白皇后，就特别是这个大米布丁，就是感觉看上去非常的纯净，但实际上是白雪公主。大米果冻、大米冰淇淋、大米慕斯、大米奶油啊！最后的甜品真的非常的震撼，花塔它真的是无从下口。就你跟我说，如果有钱人每天吃这个，我是可以理解的，我是可以接受的，这个还真的挺高级的。它有一种自带名媛光环的感觉。它像什么？就是你参加花展，然后你不小心栽进去了。但是有一说一，这家店真的很适合拍照，不愧是资生堂啊，连橱窗里的甜品都很精致。它的1楼就是外带的各种糕点饼干，3楼的甜品有很多日本的贵妇喜欢打卡，真的是一个美食宝藏大楼。下一次再来分别体验吧。而且推荐指数7.5分，卡维尔。神户和牛被称为日本3大和牛之首，它是日本神户地区非常特殊的一种牛，主要来源于特定的黑色淡马牛品种。今天我们吃到的这个牛已经是在日本第一梯队的牛了，它家如果不好吃，那可能真的就没有好吃的和牛了。但是由于它有非常严格的饲养标准和品种的要求，所以它的产量极其之低。早在2009年就被美国媒体评为世界上最高级的9种食材之一。剩下8种我们之后再吃吧。今天的废话也很多呢。今天我们去的这家店就是一家非常高级的神户和牛怀石料理店，这里它只有包间，就是主打一个神秘。小菜是小杯沙拉，中间有几根小肋条，但它这个是烟熏，只能感觉到口感很柔软，再加上蛋黄酱，它这个酱像咸咸的蛋黄，加了很多奶油调制而成。可以看下一盘菜是我们的前菜拼盘，不愧是怀石，真的很丰富的一碗菜，一口吃4个菜。和牛寿司的纹理真的很好看，嚼开之后就是一块奶香的寿司。这个是杏鲍菇牛肉饼，它是一坨炸牛肉和豌豆丁和一个杏鲍菇一起炸的，它是一种非常高级的炸不出来的味道。鹌鹑蛋加牛筋，它下面那个是用牛筋磨碎之后做成的东西，好丰富的前菜。然后是清口用的番茄，很像广东葱油鸡的那个料。吃完前菜之后是今天的意面，它看上去真的很像西餐版的豌杂，它就是用最高级的食材来做最家常的料理。它在奶油里面加入了白松露，然后再裹上和牛的肉末，会有很浓郁的奶油香和白巧克力坚果的味道。细细的意面也很挂汁，不会很腻。还有只能再上一份这个就好，这个特别的好吃。接着喝一口下午汤，就要进入今天的正题了。现在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这个国家最高级的和牛了，还端来了一份米饭，这个真的太日本了。然后这个像布丁一样的东西，它是一盘固体的酱油。这个肉在切开的一瞬间，就虽然我已经阅牛无数，但它还是很惊艳。最外面的一圈都是脂肪，有纤维感的瘦肉，只有中间的一圈。大家来吃牛排的时候，第一口我的建议是吃沙拉，完了之后你再去吃里脊。它脂肪的那个部分吃起来很像是红烧肉的皮和瘦肉中间的那个部分，太油腻的部分已经被烤走，剩下的脂肪就是能增加香味的部分。再来一坨，我们这次可以加一点它那个固体的酱油在上面，让表皮的温度去融化它，这样吃起来的口感真的很好，吃出了一种烧烤的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你来一点米饭真的会很香，酱油、牛油、脂肪块，神户和牛有一种感觉，就是你吃到之后嘴巴里的牛油它会久久不会散去。他家的蔬菜都有一股很浓的牛油味，像是四川干锅里面的蔬菜。然后就开始我们的里脊吧，里脊肉吃起来的感觉就是柔嫩，本来不该有那么多脂肪，但因为它是神户牛，所以它的每个纤维里面会混着非常均匀的脂肪，就是嚼起来会很油润，牙齿把它咬开就会有一丝一缕绵密的感觉，是有齿感的棉花糖。牛排配饭永不靠岸，我推荐在你把牛肉吞下去之前就包一口饭在嘴，它会裹上饭粒更好吃。最后再来一个焦糖布丁，吃起来会有一点点没融化的白糖的颗粒感，最下面是红豆类自身的甜味和鸡蛋布丁的甜味真的很配，好吃。最后的水果是脆柿跟提子。今天最大的感觉就是他们把所有的重心都放在
在了主菜上面，最主要的就是能让客人体验到最顶级的神户和牛这种精心烹饪过的味道，就是能很快让你感受到好的食材加上匠人的手艺是多么的美好。阿基推荐指数9分，卡样。一个亚洲排名第3的餐厅，我以为在中国或者日本，但它居然在泰国，我就非常震惊。我们现在在一个小巷子里面，真的很恐怖。泰国这什么泰国？泰国不是都是街头小吃吗？它是一家皇家宫廷菜。突然好奇泰国的王子跟公主每天都吃什么？龙虾泰卷儿，飞过去看一下吧，机票都没有这顿饭贵。感觉曼谷是一个成分复杂的城市，真的很容易走丢。但是这个餐厅跟它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Nusala，萨瓦迪卡，萨瓦迪卡溜的，里面非常的小，看到后厨让我想起了那个电影，就是天才捕手女主角演的那个。泰国可乐，尝一下吧。第一个小菜是由虾仁堆成的圣诞树，它虽然看着小，但是威力大。他们本土的冬阴功调味是真的很猛，我从来没见过前菜上这么辣的。然后这个是一个加醋版的椰子卷，像一个小梳妆，里面是辣咖喱和虾米，调味里面充满了果香，它像是那种带着花香的咖喱饭。接着是扇贝雕塔，一小块烤过的贝柱，堆了一点鲷鱼的肉粒，肉都是脆脆的感觉，调味是很清爽的玫瑰香。然后是牛肉塔，非常奢侈的用了一小盒鱼子酱。泰国人做菜就是香料真的特别浓，在嘴里鱼子酱会像海葡萄一样爆开，但是生肉末又会温柔的接住它，那个香料的味道混合着鱼子酱的咸味，这个做的真的比日本的好吃。然后还有一个小贝壳跟火龙果，就是目前为止我们吃的前菜全是生冷的，所以像我这种探店博主，就经常会有闹肚子的时候，所以每次外出我都会带上藿香正气口服液，吃了辛辣生冷的东西之后，就及时来上2支。出国呢就更要带上了，而且它不含酒精，口感微甜，更能让人接受。大家如果出门旅行水土不服，也可以备上一点。好，来继续吃菜，这圈方方正正的，它是烤龙虾尾的底部，就龙虾身上最弹的那个部分，上面那些碎末是猪耳，龙虾配猪耳，就是2个食材都很脆。龙虾尾真好吃哦。然后是今天的第一个热菜哦，顺便一说，他给每个菜都配了一首诗，但我看不懂。它是红薯猪肩肉加椰奶，就这3个食材我都很爱，但从来没想过把它们加一起。它是奶味打底，然后加上猪肩肉的脂肪香，再带上一些蔬菜的甜味，很肥很肥，很好吃。它就是把3种不同领域的甜味加在一起，就是糖油混合物怎么不香呢？今天全部是味觉新体验。然后每个菜还会给你看用到的香料，就很复杂。这个应该是泰国的糖油果子，蘸了咖喱之后有点像那个金银小馒头，咖喱酱里面有很明显的虾和番茄的鲜味，但是还是有点像羊肉泡馍。然后接下来这个菜，曾经一个泰国公主她最喜欢的一个菜，就是黑松露虾头意面，但它用的不是面，它是粉儿。然后它这个黑松露是巧克力味的，我第一次闻到黑松露不是汽油味道的，粉条里面再带着一股淡淡的虾头味，就是一碗虾头巧克力浓汤，还挺好吃。接下来是一道非常辣的菜，这个鸭肉吃起来其实很肥，很像冒烤鸭里面的肉。这个咖喱里面用了不下5种辣椒，可能形容起来比较接近海鲜味的泰国咖喱。这个咖喱用来拌饭肯定巨好吃，特别像那个法式油封鸭腿上面片下来的肉，又像烤鸭又像辣鸭。然后是一小碗牛肉，它反而单独给你配了一碗米饭，就是我已经不知道应该怎么形容它这个香料，就是香茅味很浓的牛肉盖饭，然后是一碗炒素菜。菜单上说的这个叫炒的斯巴尼亚花，我也不知道什么花，但是吃起来很像炝炒莲白，精致但是没有锅气版。接下来这个菜吃起来就很像泰国街头的沙拉，清新的口感，酸酸甜甜，带着柚子独特的清香。然后是一碗凉拌鲈鱼肉，它是那种柠檬香油风味酱汁，口感很像家里做的清蒸鲈鱼，但是酸辣版。这是一碗百香果榴莲布丁，成分依然复杂，像是杨枝甘露里面加了很多榴莲，并不好吃。最后的这个甜品真的很厉害，它是把红毛丹掏空，然后往里面灌茶冻，就是真材实料的荔枝果冻，然后里面茶冻还是奶味儿，它应该是炼乳加什么。这个是我今年吃过最好的甜品，就是别的甜品突然显得没那么好吃。总结一下，就是这个店的体验感真的很强，因为里面大部分的菜都是没怎么吃过的味道，就是你以为你很了解泰国菜，但是发现根本不一样，它不只是高级，它是真的在研究味道。4舍5入，我也算是做了3个小时的王子。阿基推荐指数9.5分，真有趣，嘎样。